你知道吗？在门诊里，我最常看到的一种脂肪肝恶化原因，其实不是炸鸡，也不是酒精，而是看起来最健康的选择。很多人一发现脂肪肝，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不吃炸的了，我开始喝果汁，我改吃葡萄干健康零食。但结果却是脂肪肝反而更严重。今天我要揭开一个很多人都误会的真相：你以为健康饮食，有时正在默默加速脂肪肝。门诊一位35岁的上班族小明拿着体检报告，一脸崩溃地问我：“医师，我平常也没在酗酒啊，发现自己有轻度脂肪肝之后，我立刻把可乐戒掉，每天改喝标榜100%纯天然的柳橙汁，下午茶也不吃饼干，全部换成健康的葡萄干。结果超音波一照，我的脂肪肝怎么反而变严重了呢？”这其实是门诊非常常见，但结果却常常让人很意外的真实故事。在医学上，当腹部超音波看到肝脏变得又白又亮的时候，其实就是典型的脂肪肝表现。如果进一步合并发炎，就会变成所谓的代谢功能障碍相关脂肪性肝炎。你可能比较熟悉以前的名称叫做 NASH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而现在新的名词则是 MASH。听到这里，很多人脑中可能已经开始浮现肝纤维化、肝硬化，甚至肝癌的画面了。但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好消息：脂肪肝其实是有机会逆转的，尤其是还在早期没有明显发炎或肝纤维化的阶段，逆转的机会更大。在台湾，大约有20%到40%的成年人都有脂肪肝，所以你真的不孤单。更重要的是，逆转脂肪肝不一定要花很多钱买保健食品，也不是靠什么神奇的偏方。很多时候，真正影响肝脏关键，其实就在你每天吃进去的东西里。今天我们就透过小明的故事，一起揪出脂肪肝背后真正的凶手，并分享3个极简但非常有效的策略。很多人在几周内就可以看到明显的改变。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宽宽医师的频道，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一起关心你我肾脏健康。我一直强调极简护肾，护肾并不复杂，我们不需要依赖神奇的产品或繁琐的疗法，只要简单的改变一些生活习惯，就能守护肾脏健康。点击说明栏下载护肾手册，用最简单的方法让肾脏更健康。好，我们回到小明最大的困惑，我们都已经改喝天然的果汁，改吃果干了，怎么脂肪肝反而更严重？答案其实很简单，因为它掉进了果糖和隐形糖分的陷阱。很多人一听到“天然”2个字，就直接放下戒心。但问题是，天然不代表可以无限吃。大家要知道，脂肪肝背后最大的推手之一，其实就是果糖。而果糖最可怕的地方，不只是热量而已，而是它很会骗大脑。你想想看，我们平常吃正常食物的时候，身体会分泌一种叫瘦素 （leptin） 的荷尔蒙。它很像身体里的饱足讯号源，会跑去敲大脑的大门说：“好了，好了，你已经吃饱了，可以停下来了。”但麻烦的是，果糖几乎不太会刺激瘦素分泌，长期吃太多，体重慢慢增加之后，还可能出现所谓的瘦素阻抗，让大脑越来越收不到“我吃饱了”的讯号。你明明已经吃了很多，却还是一直想吃。有研究发现，连续7天高果糖饮食，肝脏脂肪就可能明显增加。所以小明每天喝的果汁、吃的果干，虽然听起来很健康，但问题就在于纤维早就不见了。原本水果里面最重要的膳食纤维，在榨成果汁之后几乎被丢掉，而果干则因为脱水、浓缩，糖分密度变得非常惊人。本来要慢慢进场的糖分，现在变成直接冲进肝脏，肝脏根本来不及处理，只好默默把它转成脂肪囤积起来。久了之后，脂肪肝就越来越明显。宽宽医师的行动建议：第一，先戒掉含糖饮料、果汁、运动饮料；第二，少吃果干，像葡萄干、黑枣干这一类，小小一把，糖分可能已经非常惊人，而且容易越吃越多。第三，如果真的想吃甜食，优先选择原型水果。完整的水果里面富含膳食纤维，可以帮助减缓糖分吸收。但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再健康的水果，吃过量一样可能会增加肝脏负担。极简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是完全不能吃，而是不要让身体长期处在过量的状态。
当我把这些原理解释给小明听之后，他很无奈的对我说：“可是医师，我真的很容易嘴馋啊，甜食、炸鸡、手摇饮，我明明知道不好，但就是会想吃，根本控制不住啊。”这时候，医学界给出一个非常有趣，甚至有点反直觉的答案：不要只想着少吃，而是先想办法吃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蛋白质。澳洲曾经做过一项超过9000人的大型研究，结果发现，如果一天当中的第一餐，也就是早餐，吃进足够的蛋白质，后面一整天都会不太一样。那些早餐吃高蛋白的人，接下来对高糖、高热量加工食品的渴望会明显下降。简单来说，就是早餐吃高蛋白质，比较不容易嘴馋，也比较不容易下午3点开始想喝饮料。而且很多人会发现自己一整天的总热量会自然的降下来。宽宽医师的行动建议：早餐如果没有需要限制蛋白质的情况，试着让自己吃到25到35克左右的蛋白质，例如几颗水煮蛋加一杯无糖豆浆，或者搭配一些瘦肉、鸡胸肉、无糖优格，其实都可以。很多人早餐只吃吐司、奶茶、饭团，看起来有吃，但其实蛋白质根本不够，所以很容易没多久又饿了。而高蛋白质早餐的最大好处是，它有机会帮助你无痛戒糖，因为逆转脂肪肝最核心的关键之一，其实还是要减重。医学研究其实很明确，只要减掉体重的5%到7%，肝脏脂肪就会明显下降。如果能减到7%到10%，在更严重的脂肪性肝炎患者，甚至能大幅改善，接近消失。以80公斤的小明来说，他只要减掉大概4到6公斤，很多时候肝脏就已经会出现很明显的变化。有时候真的只是把这几年应酬、宵夜、手摇饮慢慢累积出来的体重减掉，肝脏就会开始恢复了。小明听完前面的建议之后，整个人超有动力，结果他直接开始执行超极端的无油水煮饮食。结果呢，每天饿到头昏眼花，工作效率变差，心情也变得超差。最后1个月彻底崩溃，直接开始报复性大吃。很多人一听到脂肪肝就以为完了，我是不是以后都不能吃油了？但其实脂肪肝患者不是完全不能吃脂肪，而是要学会挑对脂肪。这里分享一个很有趣的研究，研究人员把受试者分成2组，在日常饮食之外，一组吃富含饱和脂肪做的松饼，例如用棕榈油制作；另一组则是吃富含多元不饱和脂肪的松饼，例如使用葵花油。结果才短短7周而已，吃饱和脂肪那组肝脏脂肪明显增加，但不饱和脂肪那组肝脏几乎没有受到影响。所以关键不是吃不吃油，而是油的种类。宽宽医师建议：第一，减少饱和脂肪摄取，像红肉、加工肉品、奶油、冰淇淋、炸物、棕榈油这些富含饱和脂肪的食物，尽量减少。第二，换成好油脂，比起高温反复油炸的油品，我会更建议大家把主力慢慢换成橄榄油、深海鱼、坚果、酪梨这类比较好的脂肪来源，让身体慢慢降低发炎的风险。第三，淀粉不要走极端，很多人一有脂肪肝就开始完全不吃饭、不吃面，甚至进入超低碳生酮饮食，但多数人根本撑不久。比起极端低碳，我反而建议均衡吃，但减少精致淀粉，可以慢慢换成升糖比较慢的食物，像是豆类、蔬菜、乳制品这一些。然后少吃白吐司、甜点、炸薯条这些会让血糖快速飙升的精致淀粉，因为血糖如果大起大落，身体会更容易囤积脂肪，产生脂肪肝，也更容易一直想吃东西。最后，我们回到主角小明，当他开始做出一些看起来不剧烈，但真正能长期做到的改变之后，他把果汁换成原型水果，把以前随便吃的面包早餐换成高蛋白早餐，把炸猪排也慢慢改成橄榄油煎鱼，体重也减轻了。半年后，他再次回到门诊做超音波，原本又白又亮的肝脏慢慢恢复成正常颜色，肝脏指数也回到正常范围。很多人会以为脂肪肝一定要靠很贵的保健食品、排毒疗程，甚至神奇偏方才有救。但其实真正有效的关键，往往还是在每天的生活习惯。好消息是，肝脏其实是有修复能力的，只要给它正确的环境，它真的有机会慢慢恢复。
除了今天提到的3大饮食策略，最后我再加码3个护肝小技巧，大家可以顺手记一下。第一，动起来，每周至少安排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像是快走、骑脚踏车、游泳，其实都很好。如果可以，再加上每周2次的肌力训练，效果通常会更好，因为肌肉越稳定，代谢也会越稳定。第二，戒酒，酒精会让肝脏发炎，纤维化的速度变快。你的肝脏现在已经很忙了，就不要让它天天加班了。第三，从天然食物补充营养，像鸡蛋、瘦肉、鱼类、豆类这些食物里的胆碱，以及海鲜中的 Omega-3 脂肪酸，在研究中都与减少肝脏脂肪与代谢改善相关，是值得优先选择的天然食物来源。其实身体需要的往往不是额外的补充，而是回到比较原型、比较干净的饮食方式。所以今天开始不用一次做到完美，先从改变你的第一餐就好。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也欢迎分享给身边那些曾经被医生提醒有脂肪肝却不知道该怎么开始的人，因为有时候一个正确观念真的可能改变人的一生。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一起关心你我肾脏健康，我们下次见，拜拜。